这是一个健康的大脑，这是他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可以挣到的钱，这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这是他们可以散发出来的能量。这些是这个大脑可以造就出来的人物。同时呢，这是你。你现在可能在你不喜欢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做牛马，从一个不好不坏的学校毕业，每天吃着死工资，对付着自己不喜欢的客户、同事和上司。你甚至不太喜欢自己，你总是在想，自己拿到的工资怎么永远比不上你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每天纠结于如何省钱存钱，同时还要时不时地和周围人攀比。更不用说还要押上房贷、车贷，各种消费的压力。财富自由这个词似乎遥不可及。你总是在想，别人是怎么致富的，特别是周围那些明明年纪相仿的人，他们甚至令你感到愤怒和不公平。是富二代挣的钱是快钱、脏钱，他们只不过是运气巴结到了更好的人脉。整个人生好像是一场被操控的游戏，你只不过是被分到了一手极其普通，甚至还有点臭的牌。如果我和你说你想的这些都是错的呢？如果我和你说你可以通过改变自己日常行为模式来改变你自己的人生呢？如果我和你说这些都不是玄学，不是神神叨叨，是科学证明出来的结果呢？你会不会答应我把这条视频看完，实实在在用我说的做法来逆天改命呢？看到视频结束，你会懂得所有你正在经历的负面情绪都是硬币中的其中一面。要不要把硬币翻过来，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决定。我知道有人不会把视频看完，但是那些把视频看完的朋友，你的未来会有无尽的财富、自由和持续稳定的幸福在等着你。但是我必须提前提醒你，这条路看似简单，但是并不容易。我可以告诉你方法，但是我无法为你做出行动，而且在实施的过程中，你会体会到自己情绪的起起伏伏。但是我保证，只要你坚持下去，你的人生就会有重大的改变。让我们开始吧。你还在吗？那我们进入正题。你现在所知道的冥想是什么？大部分人都知道，冥想主要是需要调整你的呼吸，专注和观察你的呼吸，或者就是想象一个场景，比如坐在浴室里洗澡，温暖的水流从头部流遍你的全身，或者就是发出这种声音，这样可以通过声音震动刺激到你头部的松果体，从而减轻压力，增强精神能量。松果体是这个部位，也就是佛教中所说的天眼。科学上来讲，它是分泌褪黑素的地方，它可以感知自然界中的蓝光，通过感知蓝光来判断是白天还是黑夜。你回忆一下，从你第一次用电脑开始，开机的背景颜色是不是总是蓝色？这个蓝色就是用来刺激你的松果体的。但是为什么制造电脑的人想去刺激你的松果体呢？这是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复杂的故事。关注我们今后慢慢去讲。人类每天有80%的想法都是负面的，这些重复循环的负面记忆会留在脑子里。每一个现在负面的记忆都会和从前同样负面的记忆重合、强化，不断的循环。而这些循环又会和你的情绪连接到一起。情绪是过去生活经验的结果。再说一遍，情绪是过去生活经验的结果，而你对过去生活的情绪又马上会影响到你对未来生活的反应。你会因为同样的事情触及到同样的情绪机关，同样的反应机关。你的身体比你的思维更了解你，而这样的重复模式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一模一样负面疲倦的生活。5%的大脑区域可能在想，我想要健康，我想要开心，我想要改变。但是95%的大脑区域会因为旧有的思维模式来控制你的身体，使你的身体也就是行为很难做出改变。那我们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局面呢？关键点就是控制你的分析思维，因为连接你的意识和潜意识的中间层就是这个分析思维。那些年轻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
有着比你强100倍、1000倍的分析思维。这个控制能力使他们有无尽的能量去处理难题、创造价值和财富。而控制分析思维的行为练习就是冥想。但是说到这个解决方式之前，我们必须说一下下面这个话题。我们都体会过，摆脱原生家庭和情感创伤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大道理谁都懂，但是真遇到事儿的时候，还是很难处理自己的情绪和反应。要知道，你的情绪只是一个结果，在你的人生中一定发生过让你情绪反应强烈的事件。你的反应越强烈，就会越关注当时的原因。在那个瞬间，大脑会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原因上，并拍下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所谓的记忆。而长期的记忆往往来源于高情绪化的经历。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你的大脑会在神经回路中不断地思考那个经历，并不断地练习和重复当时的感觉。这个就叫做情感折返期。你可能经历过暴力，经历过 PUA， 经历过刻骨铭心的吵架、失恋、破产、被欺骗、被背叛、被鄙视，或者你不经意说错了话，公共场合丢了人。当你对某个人或者某件事产生情绪反应时，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反应。如果这种情绪持续了几个小时或者几天，这就是情绪低落。如果你允许它持续几周或者几个月，这个就是脾气。如果你允许它持续个几年，这就成为了你的人格。你会非常的痛苦，你再也不想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了，但是偏偏又控制不住。想要控制这个习惯的关键点，就是学习去控制刚才所说的情感折返期。这是改变你自己能量的第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正常来说，大脑会非常关注你的压力荷尔蒙，它提醒你去注意过去的错误和伤痛，因为你要为再次发生做好准备。当你产生强烈情感的时候，对大脑是一种强刺激，而这种能量是令人上瘾的。这种瘾会让你更加关注类似的情景。你可能以为自己不是一个赌徒，重新审视一下自己吧。我们多数人一生中70%的时间都会挣扎在这种生存情绪下，我们不停地感受压力，因为我们在为最坏的情况提前做出准备。我们为自己无限可能的未来中选择了一条最坏最差的路。我们的身体甚至会做出恐慌反应，可能会呼吸困难，会晕倒，可能会胃疼、头疼，甚至患上癌症。这时候的你无法控制身体的反应，你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所有的这些症状都是长期潜意识驯化出来的结果。你的身体就是你的潜意识，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并不知道现实和想象的区别。只要你去想象特定的强刺激场景，你的身体就会做出反应。你想到了前任，可能开始悲伤，开始生气；你想到了控制欲极强的父母，就开始焦虑，呼吸困难。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会认为你还是24小时不间断地处在曾经的场景中，而这种身体反应又会反过来影响到你的想法和情绪，形成一个逃不出去的闭环。要解决这个问题，说起来非常简单，就是不要做和昨天一样的决定。说到这儿，你也听出来了，这种事情说着容易做着难。当你试图去做不一样决定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因为不熟悉新的场景而感到恐慌。这个时候的身体因为常年的训练，力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意识，阻止我们做出改变。我知道你可能已经成年太多年了，经历了太多的社会捶打，但是我求求你，相信这句话，梦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如果你可以抽出来时间耐心地进行冥想，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但是如果你觉得静不下来，那么至少从现在开始，在你的大脑里不断地排练你想要的生活。就从今天开始，睡觉之前闭上眼睛，在你的脑中尽情地去做白日梦，想象出来你想要的美好的生活。这种想象要非常非常的具体。在你想象的生活中，你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家里放着什么样的植物，你的存款具体有多少，你拿着这个钱享受了什么样的生活。我知道这个时候有人会嗤之以鼻，冷笑着说，我听了半天，结果就是让我做白日梦。是没错，就是这么简单。最高级的治疗模式往往采用最简单的行为疗法。我重复一遍刚才所说的话，你的身体就是你的潜意识，你的身体不知道现实和想象的区别，它会根据你的想象去做出反应。当你想象的时候，你的身体不再专注于过去，而是为你的未来铺开了崭新的地图。每天坚持做下来，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好像不是从前那个自怨自艾的人了，也不知道
道为什么你好像突然开心起来了，因为在你长年累月的幸福的白日梦中，你已经潜意识地驯化了身体对情绪的反应，而这种力量是无穷的。过去的你长期在压力下不停地去担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传统物理学概念中的世界，叫做牛顿世界。在这一个世界中，强调因果和可预测性。在这个世界，你喜欢重复已经发生的事情和情绪，你会根据这个情绪去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沉迷于负面情绪。你所接触的所有人、所有事儿都会在你的脑中进行反应和情绪连接，这个就是你的世界。你会利用周围的所有事情来强化自己的负面情绪，你通过骂老板和同事来强化自己对别人评价的依赖，你会通过恨前任、恨小三儿来强化对仇恨的执着，你还会通过查自己的账户余额和计划明天可能做不完的工作来强化自己对痛苦的沉迷。在牛顿世界的你会非常需要依赖于外部世界来引发情绪反应，而白日梦呢，则是量子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强调引发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内在的状态会影响到外部现实。当你感觉到自己幸福的时候，你实际上就是在吸引幸福；当你感觉到有力量的时候，成功已经在向你靠近了。你的意识状态会直接影响和塑造你的现实。在量子世界里，你不再是一个受害者，你不再会说我有这样的情绪是因为经历了这样那样的事情，你会不知不觉地把自己转换成一个创造者。这个时候你会开始发现自己的情绪居然开始改变了现实，你会特别惊喜，你的身体会变得更加关注这样的情绪，然后去重复创造同样的惊喜。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你必须要比自己真实的环境更加强大，由你的内在力量来引导自己的身体，实现反应模式的转变。长期训练之后，你还会发现自己居然可以静下来冥想了，你的身体终于服从了你的思想。当你可以完全掌控自己身上的情绪反应的时候，你的能量是无限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做不到的事情，你终于将自己从枷锁中解放了出来。改变的下一步就是改变自己的日常语言习惯，包括你对自己说话的习惯和对别人说话的习惯。你说的话塑造了你的人格。你可能经常说好烦呐，好累呀，我什么都不会，我找的对象怎么总是这个德行，能不能不上班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我不是刚跟你说过吗？你会不会开车呀？语言是有力量的，很多时候你只是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对当事人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但是当你说出来这些话的时候，你的语言会反过来在大脑中强化这种情绪，这和第三部分所讲的逻辑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今天开始，你需要学会只说一些正向的语言。当你想说好烦的时候，控制自己不要说出来，取而代之你可以说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变得更好的。当你在开车的时候突然被别了一下，这时候停止你习惯性的谩骂，取而代之你可以说这个人一定是有什么急事儿，希望他安全的抵达终点。一定要发出声音，把这种正向的话说出来，这是对你自己大脑说的话，和别人没有关系。我们的目的是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情绪挣扎、有压力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觉得对方可恨到了一定程度，根本无法说出来祝福的语言，恰恰这种时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说明你所有的情绪都专注在了负面和压力上，这对你百害而无一利。只有你自己可以打破你自己的枷锁，你是你自己未来的创造者。如果你吸收了所有这个视频的信息，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从今天开始，睡觉之前尽情的去做白日梦，而在白天去注意自己的语言，只说正面能量的信息。我知道这个视频不会让100%的听众去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一定有一部分人即使不开心也会保持现状，永远看不上别人，永远讨厌自己，而且根本不相信做出这种细微的改变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甚至会觉得当别人惹怒自己的时候，不去反应会显得很傻，会觉得吃亏，甚至有人会抬杠，例举一些极端的情况。我在最后强调一遍，你的身体就是你的潜意识。对于另一部分渴望摆脱自己现有生活，想实现财富自由的人，我想最后老生常谈一下，钱只是一张纸，上面印着数值，这张纸的价值完全取决于金钱背后人们的信仰。从一开始你想要的就不是一个数值，你想要的是自由、放松，有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永远不担心想买的东西没有钱买，想去的地方没钱去。你的终极目标要的不是钱，是一种钱带来的感觉。
所以把注意力放到感觉上，不要去追求金钱。当你日复一日不断的练习，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不再对负面情绪做出反应的时候，相信我，财富会神不知鬼不觉的被你吸引过来。嗨，非常感谢你花时间来看我，但是先别关上，我自己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看书、查资料、写稿、剪辑，所有事情都是我自己来做。我知道第一期视频会非常的粗糙，所以你能看到这里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和支持。希望你可以关注、评论、转发，我们交流一下。我自己花了非常多年的时间去研究心理健康和大脑运作，我本身呢已经见到了成效，没有说我多完美的意思。我还有我需要克服的问题，但是我想把已经科学验证过的信息传递给更多的人。我的频道还会讲一些小故事、人物传记、宗教、玄学、哲学。如果你也喜欢这一类话题，请点击关注，不要错过下期视频。最后我再重复一遍，你的身体就是你的潜意识，做你自己的主人。祝你今天睡觉之前可以做一个幸福的白日梦。